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今日我嚟到西安市嘅長安學巷。咁顧名思義啦，呢一條巷甚至整個街區呢，都係賣一啲同書法啊、字畫有關嘅嘢嘅。咁順便講下我呢個掃街系列。咁喺呢個系列入邊呢，我哋係會揀一啲有本地特色嘅地方，行下睇下，影下相咁嘅。因為我哋嘅頻道並唔係攝影頻道，影相只不過係我個人愛好。完全係為咗公諸同好嘅啫，咁所以如果影得唔好呢，就千祈唔好窒我啦。呢個碑林拓片就係西安碑林嘅碑石拓片，嗱呢啲呢都係從碑石上面臨摹出嚟嘅。呢部單車我哋細個時就叫佢做鐵人28啊。喺路上就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字畫店啦。呢度仲有一間日本料理店，我見過門面裝修都幾好。從呢度入去就係字畫一條街啦，裏邊嘅店基本上都係賣字畫嘅。呢間民宅嘅大門睇上嚟好有格調。呢間路邊嘅咖啡店睇上嚟都幾有特色。向前行，街道入邊都係一啲字畫嘅店。從一條巷仔轉入嚟，就發現呢度有好多字畫嘅小攤位。呢啲字畫攤位嘅攤主基本上都係賣返佢哋自己嘅作品，可以講得上係個個都身懷絕技。呢度有各種嘅書法同埋國畫，真係琳琅滿目㗎。
我覺得而家喺大陸書法界同埋國畫界都係比較式微，尤其是年輕人對呢啲嘢通常都冇乜興趣。原嚟我哋啱先逛嘅係書院門嘅藝術城，呢度先至係正門。書院門同埋長安學巷都係屬於同一個街區，佢哋只不過係一巷之隔啫。咁書院門呢度呢，一樣都係賣一啲字畫同埋書法有關嘅嘢。咁喺廣州呢，亦都有類似專門賣書法字畫嘅地方，不過佢哋呢，就係淨係負責買賣嘅啫。咁喺現場繪畫基本上係唔多嘅，簡單嚟講就係讀書氣氛唔夠濃厚啦。呢位大爺呢，就自稱佢畫呢個線畫已經係畫咗好多年噶啦，大家覺得點樣呢？這種扇怎麼賣？啊？怎麼賣？這個80，這個都是80，這個150哦。哪個150？這種啊？哦，這個給你要70。不是，你說哪個150？這個150，這兩個，這一個，這三個。比較複雜是吧？哦，那都是創意的，這都是自己創意的，自己構圖、自己創意的。這個是80是吧？哦，80葡萄嘛。這你到書院門你根本都找不到。你這個風格我都是我自己獨創的。我畫了10幾年葡萄後，叫你畫的，那你再能找到這個風格，我給你1分錢都不要。因為一個風格那個就是幾十年的磨練出來的。哦，你就畫這個葡萄，你看這個結構，這個晶瑩的這種，你筆下去一筆成形的。你看這，它這能把葡萄你要畫成圓的啊。咁書院門我哋就逛到呢度啦。總結嚟講，呢度都算係比較有地方特色。咁我自己本身對於書法啊、字畫呢啲嘢呢，就唔係好識嘅，但係呢，我都希望呢啲有關於傳統文化咁嘅地方係可以繼續保留落去。如果大家需要買一啲字畫或者係書法上嘅嘢，亦都可以過嚟呢一度睇睇。呢度就係我哋嘅下一站大學習巷。等陣，喺我哋去到學習巷之前，喺佢旁邊呢就發現呢個咁有型嘅牌坊，於是我就不得不要入去睇下呢個牌坊入邊究竟喺度做乜嘅。呢度呢，除咗賣一啲雜物之外呢，其實好多店都係賣一啲元寶蠟燭香嘅嘢噃。原嚟呢度呢係西安城隍廟前面嘅街道，怪唔之得呢條街上面有咁多賣呢個元寶蠟燭香嘅嘢啦，都係拜神嘅嘢。翻返嚟大學習巷，商朝喺唐朝時期，等啲外國來士咧學習儒漢文化，於是就喺呢度建設咗學館，等唔同文明、唔同文化嘅人咧可以喺呢度互相學習交流。於是呢一條街就叫做學習巷啦。
因此呢一度同西安嘅穆斯林文化都有一定嘅淵源。到咗現代喺呢度居住嘅都係以穆斯林為主。呢位大哥好似好嬲咁啊，其實因為我影咗張咁嘅相，我一影完佢就馬上彈起啦。呢間賣酸梅湯嘅店仔裝修得幾靚喎，令我都忍唔住要影下佢。呢個就係粉蒸肉，係回民，即係當地嘅穆斯林嘅特色小食。喺街頭見到呢一筐蒜呢，就證明呢度一定係賣麵嘅啦，因為西安人呢食麵係一定要用大蒜嚟配嘅。聽西安人講呢，吃麵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呢度都有一啲穆斯林嘅字畫店喺呢度，所以如果嚟到西安呢，要了解西安本地嘅回民文化，就可以嚟大學習巷呢度啦。回民嘅灌湯包亦都非常之有名。呢一家賣灌湯包同埋蒸餃嘅店生意就非常之好啦。從學習巷走到篤呢，就可以到呢個廟後街。喺廟後街呢度呢，有呢個回民嘅傳統市集，係真係佢哋平時生活嘅傳統市集嚟噶。大家一齊嚟睇睇呢個市集有乜嘢買。呢度就係水果攤，咁清真嘅辣牛肉呢，都算係好有名噶。咁當地嘅回民呢，好中意用呢啲嘟嘟車呢作為代步工具，我覺得都幾方便噶。呢個玫瑰鏡糕亦都係當地嘅一大特色之一。跟住落嚟就喺廟後街非常之有名嘅尋寶肉丸店老闆娘啦。咁老闆娘嘅外貌因為比較出眾啦，咁就成為當地嘅小網紅啦。而因為老闆娘嘅名氣呢，佢哋亦都將呢個尋寶肉丸變成咗尋寶西施肉丸啦。而老闆娘亦都被稱為肉丸西施，係咪好靚呢？即係同靚女影相呢，搞到我都有啲緊張手震添。咁從廟後街出嚟呢，就可以去到非常之有名嘅回民街啦。當地特色嘅小食非常之有名。咁由於回民街實在太有名啦，所以我都唔打算再介紹啦。大家有機會如果去西安呢，再慢慢體會啦。咁呢條片就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